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学识 Plus。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绝不能忽视的身体危险信号这个课题。当我们的身体出现异常时，它会以各种症状来传达信息，例如频繁腹痛、头痛反复发作、胸部不适或有压迫感。虽然这些症状看似很常见，但实际上可能在暗示着潜在的健康隐患。然而，许多人因为工作繁忙或生活琐事而选择忽略了这些信号，即便是表面上的小问题，背后也可能隐藏着严重疾病。如果不进行及时处理，可能会最终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。因此，重视这些警告并及时采取行动，是维护健康的关键。今天我们将基于科学证据，详细解析两种常见却易被忽略的危险信号，帮助大家识别这些症状的潜在危害。这两种信号是：一、排尿次数过多；二、慢性便秘。首先是第一种绝不能忽视的身体危险信号——排尿次数过多。请大家回想一下，在一天中您大概会上几次厕所呢？根据日本泌尿器科学会的研究，排尿频繁的现象被称为尿频。如果白天从早晨起床到晚上入睡期间，排尿的次数超过了8次，即被定义为尿频。一般来说，正常的排尿次数在每天5至7次之间，而白天的排尿间隔大约为3至5小时，这也被视为正常范围。大家可以参考这个标准，对照一下自身的情况。根据日本泌尿器科学会的定义，夜间起夜1次或以上被称为夜间尿频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这种情况会愈发常见，并且会对我们的日常生活造成困扰。如果因为夜间频繁起夜导致睡眠质量的下降，就会影响到生活的品质，这确实是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。夜间尿频在老年人中非常常见。根据调查，在40至50岁的人群中，超过1半的人每晚要起夜至少1次。在60岁以上的人群中，这一比例会上升至80%以上。在《寿命的90%由尿决定》一书中，顺天堂大学教授枯江重郎指出，尿频或夜间尿频不仅仅是排尿次数的增加，它还可能是寿命缩短的预警信号。许多人可能觉得尿频只是生活中的小问题，但实际上，它与高血压、动脉硬化、糖尿病等多种慢性疾病密切相关。根据日本的统计数据，日本人的主要死亡原因依次为癌症、心脏病、脑血管疾病，其中心脏病和脑血管疾病都与动脉硬化等血管问题密不可分。如果血管能够保持健康畅通，许多严重疾病就有可能得到预防。因此，关注血管的健康至关重要。夜间尿频不仅会影响睡眠和生活，还可能与寿命息息相关。2020年的一项系统性回顾语言分析表明，夜间尿频患者的死亡风险比普通人高出约 1.3 倍。日本东北大学的研究发现，夜间起夜次数与死亡率成正相关。每晚起夜2次的人，死亡率是每晚1次或以下的 1.93 倍；每晚3次的人，死亡率为 2.34 倍；每晚4次或更多的人，死亡率高达 3.6 倍。瑞典的长期研究显示，夜间起夜3次以上的老年人，其死亡率是每晚2次以下的人的2倍。这些研究表明，夜间尿频可能是潜在疾病如心脏病、糖尿病发展的信号，会影响人们的寿命。此外，研究还发现，夜间尿频会使跌倒的风险增加 1.2 倍，骨折的风险则增加 1.3 倍。这也很好理解，人在半夜迷迷糊糊起夜时，更容易发生意外。尤其对于老年人来说，摔倒和骨折带来的健康风险不可小觑。频繁排尿不仅是生活中的小麻烦，还可能反映出身体更深层次的健康问题。血管健康与膀胱功能的状态密切相关，尿频也可能是血管弹性减弱的信号。因此，如果您发现自己有尿频或夜间尿频的情况，请不要忽视，应该及时关注自己的身体状况。那么，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夜间尿频呢？
在《寿命的90%由尿决定》一书中，作者枯江先生指出，夜间尿频的原因多种多样，有些可以通过自我调节来改善，而另一些则可能需要专业医生的介入。例如，如果是高血压或心脏的问题，应尽早咨询心血管专科的医生；如果是由肥胖引发的问题，则建议前往肥胖门诊进行治疗。要有效缓解夜间尿频的症状，首先要了解自身的具体情况，并进行下面具有针对性的调整：一、减少睡前饮水，避免在临睡前大量饮水，特别是含有咖啡因或酒精的饮品，以减少对膀胱的刺激；二、规律作息，维持稳定的睡眠时间，提升夜间的睡眠质量；三、血管健康管理，通过合理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，来保持血管弹性，减缓膀胱的压力。书中还特别强调了运动对缓解夜间尿频的重要性。在我们频道中也多次提到运动对于整体健康的诸多益处。根据日本旭川医科大学的研究，运动对排尿问题也能产生积极的影响。该研究让800名老年人每周参加一次约90分钟的运动课程，内容包括健康操与柔软操等轻度运动。研究结果表明，参与者在残尿感、尿频和夜尿等问题上均有显著的改善，并且生活质量也有所提升。书中还推荐步行、深蹲等适度的运动，这些运动有助于增强膀胱肌肉的弹性和控制力。此外，下面2个特定部位的肌肉锻炼对改善排尿控制也十分有效。一、肛门锻炼，收紧肛门5秒，然后放松，重复10次。二、尿道锻炼，上厕所时尝试中途暂停排尿几秒再继续，这样做有助于提升控制能力。枯江先生还推荐通过饮食来补充精氨酸和瓜氨酸，这2种物质有助于一氧化氮的生成。一氧化氮不仅能维持血管的柔软和弹性，还与膀胱的健康密切相关，因此有助于缓解尿频问题。富含精氨酸的食物有虾、沙丁鱼、青鱼、三文鱼等海鲜类，鸡胸肉、猪里脊肉、牛腿肉等肉类，南瓜子、腰果、核桃、葵花籽等种子类。富含瓜氨酸的食物有西瓜、甜瓜、黄瓜等水果。西瓜因其瓜氨酸含量较高，对促进一氧化氮的生成非常有效。夜间尿频不仅仅是生活中的小困扰，更可能是潜在健康问题的信号。通过运动和饮食调节，我们可以增强血管弹性，改善膀胱健康，从而有效缓解尿频的问题。希望大家根据自身的情况，积极尝试这些方法，提升生活的质量。接下来是第2种绝不能忽视的身体危险信号——慢性便秘。您是否长期受到便秘的困扰呢？研究表明，便秘与死亡率及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密切相关，慢性便秘甚至可能提高死亡的风险，必须引起我们的重视。在美国一项针对约336万名退役军人的13年追踪研究中发现，与没有便秘问题的人相比，长期便秘者的死亡风险高出了12%。那么，什么情况下才算作便秘呢？其实并没有严格规定多少天未排便就属于便秘。根据2023年慢性便秘症诊断指南，便秘的核心在于无法顺畅地排出应当排出的粪便，即使排便不规律，只要没有不适症状就不算便秘。相反，即使每天排便，但伴随着腹胀或者其他不适感，也属于便秘。常见的症状有排便困难或疼痛，排便时间过长，粪便干硬，腹痛、腹胀、恶心、食欲不振。如果您出现这些症状，可能正在经历着便秘的问题。而且，慢性便秘不仅带来生活的困扰，还会显著增加死亡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，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。便秘的常见原因有：一、食物纤维摄入不足。缺乏足够的食物纤维会破坏肠道菌群的平衡，增加有害代谢物的产生，不仅对肾脏造成损害，还可能影响尿液的正常排出。此外，长期便秘会增加患大肠癌、肾病和心肌梗塞等疾病的风险。
并与糖尿病等慢性疾病密切相关。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发布的2020年日本人饮食标准，女性每日建议摄入至少18克的食物纤维，男性则需达到21克以上。然而，随着饮食的西方化，尤其在年轻人群体中，食物纤维的摄入量大幅下降，因此主动增加高纤维食物的摄入显得尤为重要。富含食物纤维的食物有苹果、梨、香蕉等水果，胡萝卜、菠菜、甘蓝等蔬菜，燕麦、玄米等全谷物，杏仁、核桃等坚果，扁豆、鹰嘴豆等豆类。多项研究表明，摄入充足的食物纤维能够有效降低便秘的发生率，并促进消化系统的健康。因此，我们应每天有意识地摄取上述富含纤维的食物，以改善肠道功能，预防疾病，并提升整体健康。2、运动不足。多项研究显示，经常运动的人便秘发生率更低。运动不仅能改善便秘，对排尿问题也会有所帮助。3、其他因素。便秘的成因不仅限于食物纤维摄入不足和运动不足，还可能涉及以下几个方面：某些药物的使用、体内水分不足，以及焦虑和抑郁情绪等。通过简单的生活习惯调整，如合理饮食、坚持运动和保持充足的水分摄入，不仅能够有效预防和缓解便秘，还能降低其对整体健康的潜在威胁。这些改善措施将使生活更加舒适，并提升身心健康，让您更好地享受每一天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内容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